买军舰的事儿可能经常听说，但买航母那真是不常有啊。即便放眼全世界，也得可能等20-30年才有那么一次航母交易。最近2天，有关埃及航母交易的消息再次引发了关注。按照法国人去年时披露的说法，埃及海军已经考虑采购一艘二手航母，并且还打算配套采购20架法国制造的阵风 M 舰载战斗机。而在日前，埃及海军司令穆贾希德中将在接收3艘美国制造的巡逻艇仪式上拍摄的照片，则进一步证实了埃及海军考虑采购航母的可能性。从照片内容来看，埃及海军司令的身后，仪式签署现场摆放着一艘航母模型，而这个航母模型有着诸多标志性特征可供分析从其滑跃式起飞甲板以及不带弹高筒的雷达天线舰桥上层外结构，还有本身尺寸又不小的舰桥本体来看，摆在埃及海军身后的这艘航母模型非常有可能是苏联设计的1143型航母而1143型航母设计方案的实际转化产物也就那么几个。一个是1号舰，也就是目前俄罗斯海军的唯一一艘航母库兹涅佐夫，另一个则是我国的首艘航母辽宁号再者，我国的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也是基于对辽宁的仿制改进得来的追根溯源来讲，你倒也可以说它是1143型航母设计方案的衍生物。另外，如果再牵强点那印度海军购自俄罗斯的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也是采用了1143型航母设计差不多的改进方案，从舰载巡洋舰摇身一变成了正规航母，在外形细节上同样带有1143方案的特征所以总的来说埃及海军司令身后的这艘航母模型到底是哪个航母的可能性也就4个：中国海军2艘现役航母，印度的1个，以及俄罗斯海军的1艘。但要是结合我们之前说的埃及海军身后这个航母模型舰桥上并没有看到标志性的俄式弹高筒雷达天线这一显著外观特征的话，那么安装有弹高筒雷达天线的俄罗斯航母库兹涅佐夫以及印度航母维克拉玛蒂亚的可能性就可以用排除法给排除掉了。余下2艘中国航母的可能性也可以进一步缩小比如说舰桥外观上来讲，山东号航母因为采用了更精简的国产化设计，舰桥尺寸明显要比辽宁号的苏式设计要小那么一截而埃及海军司令身后的这个航母模型呢，在舰桥尺寸与舰体对比上又显得相对较大。那这个航母模型的疑似身份那只剩下一个了，即我国海军的首艘航母辽宁号。能证明这艘1143构型航母就是中国航母的证据，其实还不止航母模型外观排除法这么一个方法。在航母的展示柜正上方，我们可以看到其上方摆放着一发反舰导弹的模型。同样的，也是从外观设计来看这个模型从前端弹体到后段助推段都与我国的鹰击83舰载反舰导弹外观一致。中国航母模型展示盒上摆个中国的反舰导弹，这么一看好像确实没啥问题。但如果认真分析埃及海军要购买一艘二手航母这件事其实真实的复杂程度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目前全球范围内，航母在役国家本就不多，现代航母复杂度更是远超2战时期的大板船。作为顶级海军装备，那不是一般中小国家玩得转的，而且能造航母的国家就更少了。除开因为苏联解体而丢了造航母本事的俄罗斯之外目前全球范围内有能力造航母的也就剩下中国、美国、英国、法国这4个国家了。至于日本和韩国这个2-3万吨的2栖攻击舰魔改出来的这个航母，它属实有点牵强，所以暂且不将其放在计算之列。英国这边航母设计能力确实不错，也非常能体现英国作为一个传统海军强国的底蕴。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以6万吨的排水量设计出8万吨航母级别的舰载机起降出动率这本事确实足够衰败的英国人吹一把了。只可惜你设计能力它和建造能力是2件事工业产能衰败的英国最终造出来的女王级航母都是啥个样子的，大家也都看到了出海就是漏水，最后动弹的能耐都没有，只能靠拖船给拖回去修理，实在让人看了笑话。至于法官这边呢，现役的戴高乐级航母虽然存在设计问题，但起码战备值班和可用性能上面勉强说得过去。
派航母出去溜达一圈，那也是法国人多年以来一直惯用的对非洲投射影响力的方式。现在法国人正在积极研发下一代核动力航母，标准直接照着美国人看齐，要打到10万吨级的超级航母。以法国人的工业基础、造船经验，再考虑到欧盟框架那个合作能力，还有美国人或多或少的支持，法国人这个10万吨级航母计划，它相对来说还算是靠谱的有可能实现作为刻板印象里的世界第一海军强国，美国现如今的航母建造能力实际上已经垮塌到了堪称糜烂的程度。举例来说吧，现如今美国名义上同时开工3个航母，但徒有虚名，没啥用。你全美国就只能找出来一个总装船坞哪怕你同时开工100个航母，你最后装的时候你也得一艘一艘排着队总装只要上一个你没装完，下一个你就进不去所以说就得停工等着。严格意义上来讲，美国不具备同时建造多个航母的能力，一艘已是极限喊个口号，切几块钢板，说我同时在造3艘哄哄那些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这么一圈看下来，英美法3个国家航母不是造的不行，就是现阶段你还在画大饼，要么就是维持航母规模都算困难，更别提给别的国家造算来算去，全世界真正能把航母造得好，下了单就能开工，而且还能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有余力给顾客造的，只剩下中国一个了。但是嘛，中国航母嘛，也不是说卖就能卖的嘛。这其中涉及到2个问题，首先是中国海军现役，它统共就2个航母，一个辽宁，一个山东，这哪个都是非卖品还没到退役后二手转卖的时候呢。现阶段我国周边的局势和国防安全需要也不允许我国出售这2个航母。其次，在下单造新航母的问题上客户有钱有需要那是一件事儿，中国接不接单给不给那就是另一件事儿。我国又不是只图挣钱，卖给谁武器都行，更何况航母这种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军巨舰，出手门槛肯定不会低，客户能否满足我国政治门槛将会是关键这可不是有钱就能来中国下单买航母，没这回事儿。所以详细分析一圈，总结下来后，埃及海军现在想弄一艘现成的2手航母呢，还真就是一件短期以内很难达成的事情。至于长期嘛，长期来看，你倒是可以等法国人的新航母造好之后去试试买退役的戴高乐。毕竟埃及和法国的军事合作也搞不少年了，之前还从法国买过西北风2栖攻击舰，算来算去是有海军大舰采购先例的。再想买法国航母的时候，也会相对容易一些。